3D 打印技术是什么？其实，3D 打印机与我们常见的打印机基本原理相同，只不过打印的材料换成了塑料、金属等。一般来说，3D 打印的过程为3步。首先是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建模，将建好的模型分区切片后，再通过打印机将这些截面逐层打印出来，就可以得到成品了。几年前，3D 打印技术曾风靡全球，人们利用这项技术打印艺术品、汽车、飞机。2019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甚至利用病人的身体组织打印出了完整的心脏。不过，遗憾的是，曾经以为很快就能普及使用的3D 打印机，现在却渐渐退出公众视野。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限制因素太多。首先是材料问题，3D 打印机无法满足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材料，可以生产的产品类型少，且无法量产。其次，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被任意设计复制生产，如何保证其合法性，也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后，3D 打印机的售价较高，想要普及大众，还需要实现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不过，3D 打印技术在某些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军事领域中舰艇零件的快速制造，航天领域中精密仪器的制造，汽车行业中新型汽车的打造等等。其中最为瞩目的还是在医学领域，用3D 打印技术打印人体器官及骨骼，可以帮助到非常多急需治疗的病人。希望不久的将来，3D 打印技术可以重回大众视野，并且得到良好的应用发展。声波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它以声波的形式通过介质进行传播。声波有2个重要参数，那就是振幅和频率。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频率一般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在听力范围之内，分贝越大，对人体的伤害就越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话的声音大概在50到60分贝之间，当声音强度超过85到90分贝时，就会对耳蜗造成伤害。电钻产生的噪音大概在100分贝，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在140分贝左右，达到了欧盟界定的能够导致听力完全损害的最高临界点。理论上说，240分贝的声音就可以让人类的头颅直接爆炸。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声波是会不断的扩散和减弱的，根本达不到致命的强度。其实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的不是噪声，而是次声波。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波称为次声波，频率高于2万赫兹的声波称为超声波。与超声波相比，次声波的波长更长，传播距离更远，且不容易衰减。7000赫兹的声波用1张纸即可阻挡，而7赫兹的声波可以穿透10几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次声波的振动频率与人体内脏相似，内脏的振动频率在4到6赫兹，大脑的振动频率在8到12赫兹。虽然我们听不到20赫兹以下的声音，但是一旦传来的次声波频率与人体器官振动频率相同，就会形成强烈的共振，引起头晕、恶心、耳鸣等一系列不适症状，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死亡。1948年，一艘货船在经过马六甲海峡时不幸遇到风暴天气，就在风暴结束之后不久，全部海员莫名的死去。这件离奇的惨案引起了科学界的普遍关注。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最终确定杀人凶手就是不为人知的次声波。如果说把次声波应用于战争武器，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次声波可以在没有任何破坏的情况之下远距离的杀死敌人。虽然说一些国家已经着手研制次声武器，但是其强度和方向性仍待研究，所以说真正的应用于战争中的次声武器并不多见。目前来看，次声波更多的还是应用于预测自然灾害、勘探矿石、临床治疗和促进植物生长等等。声波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它以声波的形式通过介质进行传播。声波有2个重要参数，那就是振幅和频率。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频率一般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在听力范围之内，分贝越大，对人体的伤害就越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话的声音大概在50到60分贝之间，当声音强度超过85到90分贝时，就会对耳蜗造成伤害。电钻产生的噪音大概在100分贝，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在140分贝左右，达到了欧盟界定的能够导致听力完全损害的最高临界点。理论上说，240分贝的声音就可以让人类的头颅直接爆炸。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声波是会不断的扩散和减弱的，根本达不到致命的强度。其实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的不是噪声，而是次声波。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波称为次声波，频率高于2万赫兹的声波称为超声波。与超声波相比，次声波的波长更长，传播距离更远，且不容易衰减。7000赫兹的声波用1张纸即可阻挡，而7赫兹的声波可以穿透10几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次声波的振动频率与人体内脏相似，内脏的振动频率在4到6赫兹，大脑的振动频率在8到12赫兹。虽然我们听不到20赫兹以下的声音，但是一旦传来的次声波频率与人体器官振动频率相同，就会形成强烈的共振，引起头晕、恶心、耳鸣等一系列不适症状，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死亡。1948年，一艘货船在经过马六甲海峡时不幸遇到风暴天气，就在风暴结束之后不久，全部海员莫名的死去。这件离奇的惨案引起了科学界的普遍关注。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最终确定杀人凶手就是不为人知的次声波。如果说把次声波应用于战争武器，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次声波可以在没有任何破坏的情况之下远距离的杀死敌人。虽然说一些国家已经着手研制次声武器，但是其强度和方向性仍待研究，所以说真正的应用于战争中的次声武器并不多见。目前来看，次声波更多的还是应用于预测自然灾害、勘探矿石、临床治疗和促进植物生长等的。最速曲线是什么？从字面意义上看，最速曲线就是速度最快的曲线。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速度最快的路径真的是曲线吗？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在一个斜面上摆2条轨道，一条直线，一条曲线，它们的起点和终点高度相同，让2个一模一样的小球同时从起点落下，曲线上的小球则会先到达终点。既然曲线的速度比直线快，那么2点之间的无数条曲线中，哪一条才是最快的呢？1630年，伽利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未能解决，直至66年后，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才将其解决。随后，约翰·伯努利便以此问题向50多岁的牛顿发起了挑战。没想到的是，忙碌了一天的牛顿在收到战书后，仅熬了几个小时便解决了这个难题。其实，最速曲线是一条摆线，摆线是指一个圆沿一条直线运动时，圆边界上一定点形成的轨迹。如果在原纸板的边缘固定一根铅笔，当这个纸板沿着一条直线滚动时，铅笔就会画出一条摆线来。除此之外，关于最速曲线实验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把几个高度不同的小球放在曲线轨道上，然后同时放手，它们竟会在同一时刻抵达终点。这从侧面也映射出了一个道理，那些看起来离目标最远的路，未必是最慢的。地球到底有多重？关于地球的形状，从开始的天圆地方到后来的球体，人类进行了很久的探索。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成功实现环球航行，证实了球体的猜想。于是，人们又开始好奇，地球到底有多重呢？当时，地球的半径已经测得是6400千米。于是，有学者提出计算方法，知道了地球的体积。如果算出地球的密度，那么利用质量等于密度乘以体积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地球的质量。这个想法看似合理，但是地球的构造非常复杂，各部分的密度都不相同，因此根本不可能求得平均密度。在一切陷入僵局时，1687年，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他惊喜地发现，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公式可以求出地球的质量，但前提是必须得到万有引力系数 G 的数值。于是，科学家们前赴后继，采用了许多实验方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正当科学家们一筹莫展时，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许利用扭秤实验，成功地放大了微小引力，从而求得万有引力系数。1798年，已经67岁的卡文迪许向世界公布，地球的质量约为 5.965 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自此，人们将他誉为第一个称地球的人。后来，利用同样的方法，相继测出了太阳的质量以及其他星系的质量。人类也发现了更多的宇宙奥秘。太阳的质量为2乘以10的34方千克，是地球质量的30倍。盾牌座 UY 一颗位于盾牌座的红超巨星，是人类已知的最大恒星，相当于45亿个太阳的大小。
TON618，这是一个非常遥远明亮的类星体，它是宇宙已知的最大黑洞，质量是太阳质量的660亿倍。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包括了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它的总质量约为太阳质量1.5万亿倍。而我们目前所能观察到的可观测宇宙半径可达460亿光年，而这些还不是宇宙的全部，谁也不知道观测不到的宇宙之外又会是什么样。看到这里，不难发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里早已渺小到不见踪迹。如果把宇宙比作人体，地球可能连一个细胞都算不上，但是它却创造了人类文明。俗话说得好，天外有天，楼外有楼。和地球相比，和宇宙相比，我们都只是无比渺小的人类，但是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却是无法预测的。在本期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先给大家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让你和一只乌龟进行赛跑，前提条件是乌龟先跑100米，你觉得自己能超过乌龟吗？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芝诺悖论是什么。芝诺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为了支持运动的不可分性，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悖论。后人就把这40多条悖论统称为芝诺悖论。在芝诺的悖论里，你将永远无法超过乌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乌龟跑了100米时，你却还没有动。当你跑完这100米时，乌龟可能又向前爬了5米。于是新的起点又产生了，只要乌龟一直在往前爬，新的起点就会无限循环，而你也只能无限的接近乌龟，但却无法超越它。这就是令人头大的芝诺悖论。而这条悖论里的乌龟也被后世的学者们戏称为物理学中的4大神兽之一。在所有的悖论里，其实最广为人知的是二分法悖论。利用这条悖论可以和大家开个玩笑，你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看完这条视频，当视频的进度条过去一半的时候，总会有下一个一半也在等着你。芝诺的观点里面，想要从 A 点到 B 点，就必须要经过路程的1/2，再经历剩下路程的1/2，再经历剩下的1/2，以此类推，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终点，而永远也到不了终点。这个结论听起来非常的荒谬，但却引发了物理界和数学界的思考，比如时间和空间是否可以无限细分，以及1/2加1/4加1/8加1/16加1/32等等等等是否等于1。关于时间和空间能否可以无限细分的问题，我们要提到德国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这个在1918年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伟人和爱因斯坦是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2大物理学家。他在1900年发现能量可以到达不可再分割的单位，并将其命名为量子。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并不能无限的细分下去，它们都有一个最小的计量单位。为了纪念普朗克这一成就，人们便把最小的时间和空间命名成为了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而前边无限数列求和是否等于1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来解决。这个数学式也是证明了无限数列中常量1是可以存在的。时至今日，我们距离芝诺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400多年。以我们如今的科学水平来看，芝诺的悖论更像是一场诡辩，但从数学史上来看，芝诺的贡献熠熠生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芝诺主要是客观的辩证地考察了运动，并将它誉为辩证法的创始人。鲁珀特之泪是什么？将融化的玻璃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滴入冷水中，就可以得到一个尾部细长、头部圆润的玻璃制品。早在17世纪的巴达维亚，人们制作出来这种形状独特的艺术品，并将其送给了当时的鲁珀特王子。后来，鲁珀特王子又将它献给了英格兰查理2世，因此得名鲁珀特之泪。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鲁珀特之泪，却足足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400年。鲁珀特之泪的头部非常坚硬，子弹都无法打穿，但细长的尾部却十分脆弱。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从末世硬度上看，玻璃的末世硬度为6到7之间，远大于铜、钢，
而融化的玻璃在接触冷水时，表面的冷却速度大于内部的冷却速度，从而使表面向内形成一种强大的抗压应力。但这种压应力会被内部的拉应力抵消，从而使鲁珀特之泪能够保持稳定，足以承受巨大的外力冲击。但是鲁珀特之泪也有它的致命缺点，那就是它纤细的尾巴。只要稍稍用力捏一下鲁珀特之泪的尾部，它的头部就会瞬间爆裂粉碎。这种碎裂原理叫做裂纹扩展。裂纹扩展指的是材料在外界因素作用下，先产生裂纹核，再延伸开来的过程。当纤细的尾部破裂时，导致了鲁珀特之泪内部受力的不平衡，裂纹就会瞬间传遍整体，使其全部粉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裂纹传递速度非常之快，可达每秒1450米到1900米，这个速度是声速的5倍。从物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奇特现象的产生探其本质，也正是玻璃材料自身的硬度特性和鲁珀特之泪特殊的力学架构综合影响的结果。其实鲁珀特之泪除了外形浪漫，它的物理特性也和爱情有几分相似之处。爱情里有着能够对抗全世界的勇气和坚定，也有着一触就受伤心碎的脆弱。而这个小小的脆弱的鲁珀特之泪的尾巴，应该就捏在爱人手中吧。记忆金属是什么？为什么丢进热水里能立即复原？把一根曲别针扭曲变形后扔进热水里，它竟然瞬间被打回原形。把一根弹簧使劲拉直后，用喷火枪加热，金属丝立马缩回原来的螺旋状态。看到这些现象，不禁发出疑问：难道说金属也拥有记忆力吗？其实刚刚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的曲别针和弹簧，而是由镍钛合金制作而成的记忆金属，也叫形态记忆合金。1963年，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比勒意外发现，高温烧制后的镍钛合金丝在低温环境中可以任意拉伸，但是一旦对它再次加热，金属丝就会瞬间变回原来的形态。这种现象被称为形状记忆效应。一经发现，便激起了镍钛合金的研究热潮。那么究其根本，记忆金属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异功能呢？这与它的晶体结构会随温度变化有关。镍钛合金在40度以上和40度以下的晶体结构是不同的。高温环境中的晶体结构具有较高的对称性，而温度低于40度时，单一取向的高温相会转变为具有不同取向的马氏体变体。在拉伸变形的过程中，马氏体变体逐渐统一为单一取向。此时，如果突然将温度升高到40摄氏度以上，马氏体就会发生逆转变，变回之前单一取向的高温相。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镍钛合金恢复记忆的神奇过程。基于这一特性，人类也开始了各种奇思妙想。其中一项引擎设计非常有趣，它有2个不同大小的轮子和一圈镍钛合金丝组成。将下方的小轮子进入75度的热水中，然后用手轻轻转动一下上方的轮子，这时整个引擎设备便转动起来了。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室温25度与水温75度的差别，使镍钛合金丝不断地收缩和膨胀，从而为引擎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目前，关于记忆合金引擎的多项设计已经获得了专利，但是出于材料价格、商品制造以及设备可行性等问题，此类引擎始终没有超出原型阶段。而在现实生活中，镍钛合金的另一项重要性质——超弹性的应用则更为广泛，即在外力作用中，记忆形态合金比一般金属的变形恢复能力更强。医学领域中的人造骨骼、伤骨固定加压器、牙科矫正器等，建筑领域中的抗震结构，以及生活中可以见到的形态记忆合金眼镜框架，都利用了这一性能。它们可以承受比普通材料大得多的变形而不发生破坏。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未来的某天，人类会不会驾驶着引擎和外壳都是由记忆金属制造而成的汽车呢？凯伊效应是什么？把一瓶洗发水固定在高处，让液体细细的、流畅的从高处降落。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察桌面上堆积的洗发水，会发现突然有一束液体向外跳出。
这种突如其来的跳远运动就是凯伊效应。在了解凯伊效应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剪切硒化流体。非牛顿流体的属性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剪切硒化流体则恰好与非牛顿流体相反，越用力越稀疏。当然，这种流体还会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凯伊效应。当高处的洗发水以一定速度落向桌面堆积的洗发水时，它们就会在接触面产生摩擦，导致接触面的一部分液体硒化，充当了润滑剂。留下的液体遇上之前撞击形成的凹槽，再加上润滑剂的作用，自然就会跳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其实，洗发水、沐浴露等设计成剪切硒化流体是非常巧妙的。首先，静止时粘稠的液体不会轻易从手中流走。其次，挤压时产生的摩擦也会使液体更容易流出，同时也方便我们涂抹使用。其实，剪切硒化流体在生活中很常见，比如一瓶美味的番茄酱，轻轻倒出时浓稠无比，可一旦用力拍一下瓶底，番茄酱就会瞬间变稀，呼啦一下流出来。只要细心观察，会发现生活中处处是科学，科学的魅力无处不在。微软为什么要把服务器放在海底？2018年6月，微软公司将一架装有864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原型机沉放进苏格兰奥克尼岛附近的海底深处。此举一出，便震惊众人。为什么微软要把服务器这种电子产品放进大海里呢？首先是成本问题。据统计，全球数据中心每年消耗的电量占全球总电量的2%左右，而其中的能源消耗成本是整个 IT 行业的30%到50%。因此，如何降低服务器的降温成本，成为了各大互联网公司不断思考的问题。Facebook 位于瑞典吕勒奥的数据中心，距离北极圈不到70公里，这里常年低温，可以将冷空气吸入散热。阿里巴巴位于杭州千岛湖的数据中心，这里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可以利用深层湖水的循环流动，帮助服务器降温。腾讯位于贵州贵安的数据中心，这里有5条山洞，隧道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安全隐蔽且温度较低。微软更是脑洞大开，直接将服务器沉到了海底，想要利用海洋的自然冷却能力，打造一个绿色节能的海底数据中心。当然，除了成本问题，距离问题也同样重要。目前，全球1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60千米的范围之内。试想一下，如果将数据中心放置在沿海城市附近的水域中，数据传送的物理距离将会大大缩短，我们的网络速度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基于以上2大优势，早在2014年8月，微软就正式启动了 NetTick 项目，并于2015年8月和2018年6月先后2次将原型机沉入海底，以测试海底数据中心的可行性。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微软真的可以实现节能又环保的海底数据中心，那么受益最大的将不只是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更是我们身处在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人。黑匣子到底是什么？当飞机发生事故之后，搜救人员总会在第一时间开始寻找安装在飞机上的黑匣子，希望查明事故的真相。如此重要的黑匣子究竟是什么呢？黑匣子的学名叫做航空飞行记录仪。极具反差的是，它的外观并不是黑色的，而是醒目的橘红色。通常来说，一架民航客机上会同时安装2个黑匣子，分别是驾驶员座舱录音器和飞行资料记录器。前者用于记录驾驶员从起飞到着陆期间的对话，后者则用于记录飞行时的各种数据。黑匣子的功能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法官、教官和医生。所谓法官，指的是发生事故之后，通过黑匣子中的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便可以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数据监控，可以纠正飞行员不好的驾驶习惯，预防事故的发生。因此也被称为教官。而最后的医生身份，则是因为飞机的故障诊断和维护离不开对飞行数据的日常分析，所以为了保护黑匣子不受损坏，通常将它安装在机尾，也就是飞机失事时最不容易损坏的位置。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黑匣子记录数据的能力突飞猛增，抗坠毁能力也是不断的提高。坚硬的金属外壳和内部多层的绝热防撞击材料，使得黑匣子可以经受住60分钟11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在6000米的深海中浸泡1个月也没有问题。所以想要用切割机切开黑匣子，还需要花费上不少的功夫。最后，已经过去6年之久的马航370事件，因其黑匣子一直未能找到，所以该次空难的原因至今都是个谜团。电灯泡到底是谁发明的？它的发光原理与 LED 灯有何不同？2020年的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9月3号，候选人拜登在演讲时声称，电灯泡的发明者并不是爱迪生，而是一位黑人。此言一出，便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难道说从小熟知的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早在爱迪生之前，1860年，英国电气工程师斯旺就制成了碳丝电灯，但是始终未能达到让碳丝持续工作的真空环境。直到1878年，随着真空技术的不断发展，斯旺终于制作出了第一支白炽灯。而爱迪生于1879年才开始投入到电灯的研究中，他试图找到发光强且价格便宜的耐热材料作为灯丝，先后尝试了1600种材料都不理想。直到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成功制造出了碳化棉丝白炽灯，并获得专利。之后，他仍旧致力于电灯泡的改进，并于1880年研制出能够持续发光1200个小时的碳化竹丝灯。虽然斯旺在1880年也申请了白炽灯专利，但是却没有像爱迪生一样建立发电站和输电网。因此，随着电灯泡走入千家万户，人们便记住了爱迪生的名字。但是，这个纠缠的故事中并没有出现拜登所说的黑人，他究竟是谁呢？这位非裔美国人的名字叫做刘易斯·拉蒂莫，他是爱迪生改善电灯泡和申请专利期间的合作伙伴。1890年，拉蒂莫还出版了一本名叫《白炽电照明：爱迪生系统的实用描述》的书。回到今天，距离电灯泡的发明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白炽灯也渐渐退出了人类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光革命 LED 灯。那么它的原理与白炽灯有何不同呢？白炽灯是利用灯丝通电后产生的热辐射发出光芒，其能量转换率极低，只有2%到4%的电能转化为光。而 LED 灯则是利用半导体晶片将电能直接转化为光能。半导体晶片由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构成，一端空穴多，一端电子多。当电流通过晶片时，便会将 N 区的电子推向 P 区的空穴，并在此过程中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不同的 PN 结构材料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这便是 LED 灯的发光原理。它比白炽灯节电80%，在同等功率下，电量是白炽灯的10倍，寿命长达5到10万个小时，是白炽灯的50倍以上，并且由无毒材料制成，能够回收利用。由此看来， LED 灯无疑是一项节能、高效又环保的照明技术，它被广泛应用于显示屏、指示灯、照明光源等众多领域。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发明蓝光 LED 的3名科学家。相信正如颁奖词所说的，白炽灯照亮20世纪，而 LED 灯将照亮21世纪。飞机为什么不能飞向太空？自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至今，人类早已实现了冲出地球、飞向太空的梦想。但是，为什么同为飞行器，火箭就能够脱离地心引力在宇宙航行，而飞机却只能飞行在10000米高空呢？首先是速度问题，想要摆脱地球的强大引力，飞机的速度至少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目前真正投入使用的最快的飞机是美国的 S2-71侦察机，它的最高速度可达 3.35 马赫和 1.13千米每秒。而美国秘密研制的 X-43系列无人驾驶飞机，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 9.8 马赫和 3.3千米每秒，创造了大气层内飞机飞行的最快速度。但是它们距离第一宇宙速度 7.9千米每秒仍旧有很远的距离。
至于我们平时乘坐的民航飞机，最高速度只有0.8马赫左右，想让它飞向太空，可谓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抛开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等一系列要考虑的问题，执意提高速度，飞机有希望冲破大气层吗？我们在模拟飞机驾驶的游戏中尝试一下，就会发现，当飞机上升至1.6万米左右的高空时，就会发生失速状况，开始下坠。这个便是飞机面临的第二个问题：空气。飞机之所以能够飞起来，依靠的是机翼上下产生的大气压强差。除此之外，飞机发动机内部的燃料燃烧也离不开氧气的参与，而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空气密度也会不断的减小，飞机的升力和推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失去控制。因此，即使飞机的飞行速度再大，也无法飞向没有空气的太空。而与飞机的飞天原理不同，火箭使用的是喷气式发动机，它的燃料在燃烧后会产生大量的高温高压气体，将这些气体以极高的速度从尾部喷出，便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推动火箭上升。再加上火箭自身携带了助燃用的氧化剂，因此不论是在大气层内飞行，还是在太空飞行，它的高度都不会受到限制。既然如此，那能不能把火箭发动机和飞机结合起来呢？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研发了搭载火箭发动机的 X-15试验机，它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6.72马赫，可以飞向10.8万米的高空，创造了载人飞机速度与升限的世界纪录。但是，火箭发动机的燃料消耗非常的可怕，只能维持80到120秒的飞行时间，剩余的时间只能进行无动力的滑翔。1979年4月22号，这项经历了25年、投资成本超过3亿美元的高超音速研究发动机计划宣告结束。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也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基础。